这个视频将展示10种令人惊奇的动物行为，这些奇异的行为超越了我们人类的理解，是大自然独特的表现。通过观赏这个视频，您将享受到视觉上的无尽乐趣，并对动物王国的神奇之处有更深入的了解。群羊上树，我们只听说过母猪会上树，鸡会上树，却没有听过羊会上树，而且还是群羊上树。这神奇的一幕出现在非洲摩洛哥，树上站着一群的羊，它们边吃东西边欣赏风景。难道这群羊有特异功能吗？这些羊爬上去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躲避天敌吗？经过了解，原来这群羊之所以会双脚离地，站上大树也是生活所迫。摩洛哥地处撒哈拉沙漠，地表植物稀少，却有很多长满阿甘果的树。如果这些羊想靠吃草来生存是不可能的。为了生存，山羊只能学会新技能，爬上树吃果子。这些山羊有着分趾的蹄子，使它们轻易抓住树枝，在树上进行活动。每年都有无数牧民游客到来，只为了看一眼山羊上树的奇观。海洋中有一群以数量著称的生物，它们每次出现都能达到10000吨级的重量。让我们来看看画面中的景象，成千上万的沙丁鱼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旋转的壮观景象，就像是一股龙卷风。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沙丁鱼会这样团团围在一起打转吗？原因很简单，沙丁鱼体型微小，最长也只有10厘米左右，面对捕食者时毫无还手之力。为了对抗这些凶猛的捕食者，沙丁鱼只能依靠集群行为来确保种群的延续。当沙丁鱼受到攻击时，整个鱼群会迅速分散又迅速整合，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为了躲避捕食者的追逐，它们还会不断改变队形。作为一个群体，沙丁鱼是如何保持整齐一致的动作呢？是否鱼群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信息传递机制？一些科学家认为，沙丁鱼群的集群行为是通过鱼类对距离的感知来实现的。鱼群的集群行为受到视觉、听觉、嗅觉、侧线等感觉系统的影响，它们还能敏锐地感知到温度、含氧量、水质成分、噪声、海流和磁场等环境因素的变化。沙丁鱼群通过吸引力和排斥力来维持统一行动，白天主要依靠视觉，晚上则依靠嗅觉。而排斥行为则通过侧线感知来实现，鱼群中的个体可以准确判断彼此的距离和方位，而侧线则主要用于确定整个鱼群的速度和方向。沙丁鱼群依靠敏锐的感觉系统和对彼此距离的感知来保持高度一致的行动，这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天赋能力。它们展现出了集体智慧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令人叹为观止。这种海豹生活在加拿大巴芬岛和丹麦格陵兰岛之间的戴维斯海峡，因为头上戴着一个黑色帽子，被称为观海豹。观海豹有一个独特的之处，在交配季节，为了吸引异性雄性观海豹的注意，它们会表演非常滑稽的动作。雄性观海豹会堵住一侧的鼻孔，然后从鼻腔中吹出一片有弹性的充气薄膜，薄膜内流动的血液使其呈现鲜红色，这看起来就像是它们嘴边叼着一个红气球。对于观海豹来说，鼻子的充气囊越大，它们能展现出的强大气势就越高，因此在求偶时的成功率也会更高。不仅在吸引异性时如此，在与同类争夺配偶时，拥有更大气囊的观海豹也能在竞争中获胜，从而避免了身体上的直接对抗。这样的装备让他们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展示自己的优势。2010年10月，巴基斯坦信德省发生了一场令人惊奇又恐怖的事件。河边出现了一棵奇怪的树，随后越来越多的奇怪树陆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引起了好奇心旺盛的人们的注意。他们走近一看，惊讶地发现这些树都被厚厚的蜘蛛丝包裹着。原来在2010年7月，信德省遭受了史无前例的严重水灾，洪水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20%的国土被淹没，2000万人流离失所。在人类遭受巨大灾难的同时，许多生物也无法幸免。为了逃离洪水，数百万只蜘蛛被迫爬上大树寻求生机。由于洪水范围广且退水缓慢，大树成为蜘蛛们的避难所。这些蜘蛛在树上纺织了数以百万计的蛛网，繁殖后代。与此同时，树下滔滔的洪水孕育了大量的蚊虫，为蜘蛛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整棵大树被厚厚的蛛丝网所覆盖，成为了蜘蛛们独特的领地。这个奇特的景象给当地人们留下了既令人惊叹，又让人感到恐怖的印象。群鸟起舞，你一定见过大雁排队行，但你有看过万鸟成群在天空中翩翩起舞吗？每年冬天，欧洲椋鸟就会成群结队迁徙至英国，它们在空中飞翔旅途中，仿佛巨型流体水银，时而升起，时而降下，不断变换着队形，摆出千变万化的造型，形成各式的绚丽景象，场面十分壮观，令人感到震撼。没有人知道为何这些椋鸟会做出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科学家却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安全起见，让掠食者难以瞄准其中一只鸟。同时，聚集在一起还可以保暖，并互相交换捕食区的信息。在道路上，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动物，例如鸡、牛、羊，甚至是蛇。然而，当一群三文鱼集体穿越马路时，相信会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这些三文鱼不停地摇动着尾巴，勇敢地穿越街道。当汽车经过时，它们甚至会主动停下来，等待汽车通过后才迅速游过马路。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些三文鱼甚至会倒退回去。这个奇特的三文鱼过马路景象被一对美国华盛顿的妇女用摄像机记录下来。为什么这些三文鱼会集体穿越马路呢？一个鱼类孵化专家给出了解答。原来，三文鱼具有洄游的天性，目的是为了繁衍后代。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三文鱼过去的洄游路径被转变成了道路。华盛顿地区的斯科克米什河聚集了大量的三文鱼，它们会游向不同的小溪进行产卵。当华盛顿地区迎来中到大雨时，小溪的水位不断上涨，三文鱼洄游路径的道路会被水淹没。这时，三文鱼便趁这个机会游到其他地方。如果它们幸运的话，就能在马路的另一边找到通往小溪的路径，否则它们将被困在原地。演技派高手环景鸻，环景鸻全长约16厘米，属于体型娇小的湿地水鸟，主要分布在欧洲、亚洲、美洲等等地区。环景鸻具有很强的飞行能力，它的生活环境离不开水域。每年的4到7月是它们的繁殖期，它们选择在河流、湖泊或沙滩的岸边建造巢穴。由于巢穴没有任何的防护，为了保护幼小的生命免受威胁，环景鸻通过长期的进化成为了一位出色的演员。孵卵期间或幼鸟刚出生时，一旦有掠食者靠近，鸟妈妈会展示出惊人的演技。它会大声叫喊并跳跃，经常假装自己受伤，痛苦挣扎状，以吸引掠食者的注意。一旦掠食者被吸引，环景鸻会保持伤残的姿势，引导掠食者远离巢穴，直到巢穴和幼鸟安全脱险。然后，它立即恢复正常状态，展示出优雅的飞行技巧，飞离现场。环景鸻以其出色的表演技巧，在保护自己和幼鸟方面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个农场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视频显示，在深夜时分，一大群羊莫名其妙地在绕圈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段视频引起了许多网友的猜测和讨论。有人说这是地震的预兆，有人说是某种神秘力量造成的，还有人说这是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目前有3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羊群感知到了危险，自发地组织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第二种观点是羊感知到了异常的地质活动，可能会有地震或其他自然灾害即将发生。最后一种观点是，这群羊可能感染了一种寄生虫病，这种寄生虫寄生在羊的脑部，形状与普通寄生虫不同，呈囊泡状，人们常称为脑包虫。这种病也被称为羊脑包虫病。当寄生虫寄生在左脑时，羊会向左转圈；若寄生虫在右脑，则羊会向右转圈。为什么这种寄生虫会导致羊转圈呢？因为它在寄生过程中压迫了脑组织，导致对应侧的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因此羊在行走时只能朝着能看清的方向前进，从而导致了羊的转圈行为。如果头羊感染了这种寄生虫，它转圈时其他羊也会跟着转。这个农场上发生的现象确实让人不可思议，各种解释和猜测也层出不穷，但最终只有进一步的研究和调查才能揭开这个谜团的真相。澳洲红蟹又称为圣诞岛红蟹，
主要栖息于圣诞岛。在11月是它们繁殖和产卵的季节，这时所有的红蟹都会涌出巢穴，大规模迁徙至海岸。每年的迁徙过程中，红蟹都会面临2个主要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离开洞穴后暴露在阳光下，如果无法迅速找到阴凉处避暑，它们可能会因脱水而死亡。第二个挑战是人类的车辆。当红蟹穿过道路时，常常遭受汽车碾压的威胁。为了保护澳洲红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在道路旁建造了临时屏障，关闭了部分公路和铁路，以防止红蟹被车辆碾压致死。甚至还专门设置了红蟹迁徙用的天桥。这些天桥由小格子构成，方便红蟹的脚足深入格子间通行。澳大利亚之所以如此重视红蟹的保护，是因为澳洲红蟹是该国的特有物种，仅分布在圣诞岛。一旦这些红蟹消失，将意味着澳洲红蟹将在全球范围内灭绝。因此，为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这一独特的生物，澳大利亚采取了积极的保护措施。有一种名为 Moreland Hawker 的蜻蜓采用装死的策略来避免与不受欢迎的雄性蜻蜓交配。瑞士苏黎世大学生物学家在一次野外考察中，观察到一只雌性蜻蜓被雄性蜻蜓追逐，突然掉落在地上，毫无反应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然而，一旦雄性蜻蜓离开，雌性蜻蜓便会恢复活力，振翅飞走。与其他蜻蜓不同，雌性 Moreland Hawker 在产卵时没有雄性蜻蜓的保护，与一只雄性蜻蜓交配足以使所有卵子受精。再次交配可能会导致生殖器受损，并且它已经由被它选择的配偶完成了受精过程。此外，雄性蜻蜓的生殖器在产生新的精子之前会清除旧的精子，因此为了避免进一步的交配行为，雌性蜻蜓可能会装死。这是一种聪明的策略，帮助它们保护自己的生殖利益。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订阅，我们下期见。